可以吃一些像火龙果、猕猴桃这种，还有西瓜。这些水果它不仅就是因为膳食纤维和水分你补充了之后更容易排便，嗯嗯。而且以前生物就这么设计的，吃了我的果子，你就要帮我传播种子。为了那个植物传播种子，它会促进你排便。对对对对，我火龙果之前经常吃，每天都吃，就当比如说我下午吃的东西吧，我基本在凌晨3、4点的时候我就能给它排出来，就是我的整个消化速度、蠕动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它就是吸水的能力太强了，还是怎么回事。然后我是怎么解决掉的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那个延边吉林那边去玩的时候，去了那边之后，我突然发现我就好了。因为那边的水土还是说有什么特殊的益生菌，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换了地方之后，我就发现，哎，好像这个问题没有了。然后后来就一直持续，然后持续的很长时间之后，我有一次喝这种酸奶啊，或者是那种益生菌饮料，啊，我突然就发现就是又严重了，然后就再也不喝那些东西之后，基本一直就很多年过去了，我都一直维持住了一个。就是因为那2年特别困惑，就觉得像你说的，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什么火龙果啊，什么那些会有改善，但是我觉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吧。然后换了这次水土之后，是彻底的再加上戒掉所有的益生菌饮料和酸奶，因为我以前真的是经常喝酸奶，然后就是喝的还挺多的吧，也不是，就是每天喝一个吧，就相当于吧。然后嗯后来发现，其实这些东西对我是没有好处的。嗯，还有就是，像我们医院有人便秘嘛，就会给他开乳果糖。乳果糖它又是个小分子糖，但是它又不被肠道吸收，也相当于一嗯嗯种让人肠道里面水分增加，然后呢粪便就被泡软了，它又可以比较顺利排出来，有点嗯，像一种轻微的泻药。是是。对，其实，在超市里面现在也可以买到类似的东西的，就是有一个叫做西梅什么的饮料，它会告诉嗯你其中添加了很多益生元和纤维素的成分，然后你看它的配料表，会有菊粉在里面，菊嗯嗯，粉会要菊糖还是菊粉，这种东西也是一种糖类，但是它不被吸收，也相是当于一个吸水剂，类是。似于一个尿不湿一样的，把你体内的水吸到大肠里，然后大便软化之后就很容易排出来了。对对。总之，但是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呐、它只是一次性的作用而已啊。所以，我最终我觉得就是还是我的一个肠道菌群的一个紊乱吧，就是因为对，你知道，有的人他是常年就是大便不成形的，就是嗯，常年是拉稀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一直很羡慕这种朋友，我就说你们多好啊，对吧？永远没有什么痛苦。所以我就觉得每个人的肠道菌群和他的这种喜好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包括我们的很多代谢，对吧？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还是要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方式嘛。当然，很多人推荐运动啊、走步啊、按摩呀之类的，我觉得可能这些都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案，都是一个辅助手段。就嗯是至少对于我而言，我是觉得我的菌群出了问题，我的解决方案就是去换水土。就是你去喝不同地方的水，接触不同地方的水果蔬菜，他们当地的这些菌群所滋养出来的这些农作物，也许就会改变你的体质和你的整个的肠道的环境，你嗯，就有些问题就莫名其妙就被解决掉了。但我觉得可能目前一些医学上它没有研究到这么透彻吧。因为肠道微生物实在是个太复杂的东西了，嗯，每个人都是的，不一样，也是的，很难标是的。准化去研究。对对，我去一趟延边我就好了，那可能100个人去100个都没有反应，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嗯我也看过很多医疗方面的书，反正以后我们可以就探讨，就是总之就看了很多嘛，然后也吸收了一堆，然后我会发现他们有的时候也是讲的东西是矛盾的，就是这本书和这本书之的想法是矛盾的，然后就嗯好多
就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像你说的都吸收一点吧，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就比如说我看过一个香港的医生写的很多什么健康真相什么的，他说到了非常非常多。就比如说你每天用的牙膏，如果你不小心吞进去一些，你漱口漱不干净的话，那么这些发泡剂这些成分常年的积累到你的胃部，就会增加你胃癌的这些患病啊的几率，怎么样之类的。所以我看了很多这些东西之后，比如说我漱口，我就会漱的比一般人要多得多得多。我漱口的话，我至少是要两个杯子的水。然后我看很多电影里面那个美国人刷牙，基本像不漱口一样，就是吐掉就完事儿。然后我就会有强迫症，我就觉得我的天还真的有那种，啊，真有这种吗？对，真的有，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信任那些化学品。我就是漱到我已经漱到就是我受不了为止，我一般是这样的。啊，当然也不必过度恐慌嘛，因为它虽然有些文章说有些生活习惯可以增加某些癌症的发病率，但是你也看增加多少啊？就是如果只是增加1%-20%那种，那其实这种研究的临床意义也不是很大。它并不像，比方说你吃榨菜啊，然后抽烟喝酒啊这种，一下你的发病率可以提高几倍、几十倍的这种绝对致癌是因素。是的，是的。总之就是我了解了之后吧，我就会去在我的认知范围内，我去保护我自己。就比如说，我觉得我也看了一些关于癌症的一些对吧？就是旁门左道也好，自然疗法也好，他就会说跟你缺氧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所以我就会对通风啊和对密闭空间这些东西会非常敏感。然后，因为这个东西它是温水煮青蛙，它不会说你这个空间里的二氧化碳增加了，氧气怎么样减少了，你马上你就会晕倒了呀，或者不舒服了。有的时候人体的感知是非常不敏感的，不像仪器那样。所以我近嗯几年我就会对这种房间啊或者工作环境的空气的这种循环流通包括二氧化碳啊这个含量，我就会比较去关注它。嗯，我也会推荐身边的朋友，我说你冬季的时候你也一定要经常去开窗，不要嫌冷，每天至少确实要如此。早晚要开一次。但是很多像你说那种60后的老人，他就没有那种意识，他也不觉得你说这个东西是重要的。然后很多朋友就会表现出来说，在家里面待时间长就头疼，然后出门之后就好了，到户外就好了。我说其实就是你在家太闷了，你的整个空气是不好的。嗯，然后就相当于我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些自己的疗法吧。对啊，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小屋子里，你不开窗通风，你也不换气，可能你睡一晚上，你氧对，气可以降到20%、19%这样。哦，对，本来你呼吸进去21%的氧气，呼出了13%-14%的氧气，你可能利用空气中6%到7%的氧气，对吧？然后你对现在突然降低了1/6、1/7的那个氧气的利用率，想一想，肯定是对人大脑的反应是不利的。对对，尤其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习嗯惯不是一两天的，你是常年的这样去对待自己。所以我现在睡觉的话，我卧室门我肯定是不关的，我接受不了是关卧室门的，因为我就会觉得这个空气绝对是不够的因为我本身所有窗都要关掉嘛，所嗯，以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并不在乎这个东西，而且是完全不在乎。真的，我因为冬天开窗，经常跟我的以前那些同学发生冲突嘛，因为他们哦哦以前就哦比较喜欢冬天穿的非常性感，然后他们就不是很在乎自己身体健康。然后我就说，既然我们冬天都坐在一起学习，你肯定需要开窗通风嘛，或者你空调有很强大的换气功能也嗯，可以。但是他们把窗户关着，把自己一直密闭在空间里，然后感冒相互传播，也不会去隔离。哦，我们冬天是是。经常有这种情况，现在在南方好很多了。南方真的可以实现开窗自由哈，就是换气自由。对对对对，北方其实这点挺不好的。
就是寒冷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开窗的或者说在户外活动的时间真的是会非常受影响。嗯嗯，然后我就是对那个，刚刚说到开窗是吧？我刚才想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我活得太仔细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就他们不懂，因为对，空气污染，对，就是我对空气污染也特别的在意，因为我看过那个柴静的雾霾调查嘛，然后嗯那个后来被禁掉了嘛，很多人都没看过，我是看了很多遍，我倒不是恐慌，我只是觉得这种东西对人来讲，它真的一定是没有好处的，或者说你常年的累月的去吸收这些污染物，那一次两次也就算了，它是一个常年的一个状态。当时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正好是北京那几年雾霾最严重的时候，经常是爆表的，然后都看不到蓝天的，白天天都是灰的，然后。嗯现在的大连嘛，就是也会有空气污染，但是时间可能比较少，所以我就会非常在意这个东西。如果说外面雾霾严重的话，今天是重度污染的话，我就一定会关窗，然后打开空气净化器，这样去看这个雾霾的指数。然后我就嗯会觉得，其实像我这样的人是很少的，因为身边的朋友跟他们说，他们都不在意哦。嗯，他们也不觉得说我，哎呀，就是觉得你活得太仔细了，你吸一点雾霾，你就觉得你会得病啊、得肺癌什么的，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不去避免的话，你从因果的角度来讲，你从原因上不去规避，那你最后从果上你也只能无能为力。确实，因为我女朋友她是心胸外科嘛，嗯嗯，她应该开过几百上千个胸了。哦，对，然后那些抽烟的和不抽烟的，年轻和年长的，他的肺的颜色差别非常的大。嗯嗯，是的，所以我就你对二手想象不到那烟是，些人六七嗯，十岁抽几十年烟，他肺都黑了，怎么还可以继续呼吸？是是，反正我还有一些人，本人接受不了就是他，抽烟，比如说嗯，生活在乡村，就是烧柴火嘛，他取暖做饭。对，你想，他们有些乡村那个厨房被烟已经熏得非常非常黢黑了，他是，们的肺基本上也是那个状态。对对，我知道，我有亲戚在农村，我就跟他们说，我妈就跟他们说你们安个油烟机啊，或者怎么样，就不要那个炒菜的油烟，你都天天都吸到，对吧？身体里，但他们就会觉得，哎呀，那你活得太仔细了，就是哪有那么多讲究啊之类的。然后，其实我们也不是说人家那样做一定就会得病啊，或怎么样，这也是个概率问题。但是就是对，觉得，当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有选择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选择那个更安全的，或者说更舒服的一个道路呢？因为对啊，反正我对二手烟就是特别敏感，到那种不是商场的饭店、烧烤店之类的，就很多人会在你旁边抽烟，我就对这个东西就会比较在意。然后我就觉得，如果你长时间让我在这个环境当中，我是接受不了的，包括棋牌室嗯，那种的。但是很多人似乎就是没有感觉，可能就是个体差异吧。反正我对味道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活的是挺仔细的，但是我就觉得是不是像我这样的人也是属于一个极端，就是一部分人是太不在乎健康了，那可能我就是又太在乎健康了，有点过于敏感了。反正你需要把握提高寿命和健康水平的几个最关键因素嘛，就是要抓大嗯放小。嗯嗯，对，那几个最关键因素你只要控制好了，基本上后面那些营养因素会比较小一些。你即使忽是的，略了问题也不是很大，你可以把这些精力用来做其他的一些事情。是的，是的，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从今年5月开始嘛，香港那边对于香烟和电子烟的管理非常非常严格，嗯嗯，就是你即使在公共场所，你把烟揣包里了，你不拿出来抽，警察也要罚你几千块钱。哇塞，对，好像听说成都那边是户外也不让抽烟，现在，看他们执行力度怎么样了。反正
原则上深圳的那个地铁站它也是不让抽的，但依然有很多人过来抽。哦，但我觉得就是还是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在发展吧。对，就这个东西真的挺影响别人的，然后也容易引起火灾。而且像一些比较关键区域，香港的医院附近，然后养老院附近、幼儿园附近、学校附近这些地方，你抽烟之后，它甚至会让你坐几个月牢，这不只是哦，罚款的问题了。嗯，反正烟是一直在我的世界是理解不了的，因为我们家只有我爸吸烟嘛，然后我们家人人喊打，属于特别没有地位啊，一抽烟就被人这种，经常被我妈骂。反正我知道香烟这个东西成瘾性是非常强的，然后也有很多朋友在抽，反正我是有点理解不了。我觉得这个东西为什么一定要逼着自己去学去吸它呢？然后或者就是为什么要去开这个头呢？就像毒品一样，明知道你是无法自拔的一个东西，那么的，对吧？对，可能有一些人是被迫的吧。不过现在戒烟门诊也有挺多办法可以帮助他摆脱掉这个成瘾的习惯，然后就可以选择嗯其他的一些爱好嘛。就是如果你嗯，生活不是很痛苦，然后你有其他的兴趣爱好的话，其实你对烟的成瘾性也没有那么大了。是的，吸烟有害健康。哎，你不吸烟吗？你们都不吸是不是？对，我们家嗯，族现在基本上都戒了，就我长辈嗯，和我爷爷那一辈都戒了。挺好的。那你们医生这个群体当中，是不是相对来讲，这个职业吸烟的人数也是比较少的？其实那些比较年长的外科医生，他们吸烟人还蛮多的。就是你进我哦，们外科更衣室，就闻到一股烟味儿嘛，然后嗯嗯，你在那个更衣室的厕所里面看到他们整天的云雾缭绕的，你进去上个厕所，然后出来浑身都是一股三手烟味儿，对，是老习惯了嘛。特别夸哎，张。他们有是的，些人就是通过抽烟的几分钟来让你自己放空一下，是，可能他们没有学有会冥想、打坐这些方式。是，可能真的是人的生活压力很大吧。反正我也尊重吸烟的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嘛和权利，而且吸烟这个费用也不低，他们也是自己在承担这部分嘛，也是嗯给社会的经济创造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贡献了一份力量。其实我是觉得。现在人生活的紧绷的话，就是还是和他们的一些思想观念啊、一些恐惧还是有直接关系的。然后，因为我就一直研究这个方向的嘛，我相当于半个心理医生嘛，然后也主嗯，要也是研究自己，所以我在觉得其实人应该不仅是通过吸烟这种短暂的这种方式来放空自己，应该是找一个更长久的方式，能让自己长时间的不紧绷不恐惧。我觉得这个嗯，才是更可贵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不影响他人的方式，而且比较省钱，比对，较比较便宜啊。因为其实当我们的思想或者说一些传统束缚的观念改变了之后，我们会变得更自由一些。因为很多观念吧，我会觉得别人有些观念我是让我诧异的，就类似于说那种古代人裹小脚的感觉，就是你为什么还要去抓着那种观念不放，然后让自己其实也不痛快，然后让别人其实也不痛快，但是他就去抓着这个东西，他觉得那个就是他的一部分，然后他也没有勇气去松开这个东西。对，就我打个比方啊，挺多的。对我打个比方，就是比如说现在人会去认知一件事情，就是呃，富贵就是好的，有钱就是好的啊，就嗯，是然后你没有钱，你拮据的，你贫穷的，你就是低人一等的，你就是差的，就是他自我的认知就是这样的。
当然了，这个我能理解，因为我也是个正常人，我完全理解这个很正常，这么去想。但是在这个看似很正常的观念面前，我会觉得这里面有非常大的一个束缚，或者说一个恐惧，就是你总要去比较和衡量这个东西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自己在抓着一个很痛苦的东西不放，因为没有人会去逼着你去做这件事情，或者这么去想。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形成的这种观念。也不是谁给我们灌输出来的，是我们自己会去看到，比如说别人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然后我们自己就心生羡慕啊，或者嫉妒，甚至嗯都没有人去说，比如说去故意去刺激你啊，或怎么样，对吧？啊，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不自由其实是自己造成的，并不是社会导致的。所以啊，我很多朋友跟我说，哎呀，贫富差距又阶层无法跨越这些东西，我完全能理解，因为我也在这个群体当中吧，就是社会的底层当中。但是我一直不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是虚的。当然，可能你之前说的那个上一期我们说的那种啊，等你真的没钱看病的时候，你会意识到金钱的力量、魅力啊，这种差距。这个我是承认的，我承认这一点。但除了在那种生死关头，或者说就是没钱活不了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大部分人是把自己定义成了一个社会的底层啊，或者说是被剥削者呀之类的这种受害者的一种感觉。其实我就是在想，无论是医疗服务也好，还是所有社会生产的这些好的东西，它本质上其实只是一个选择，一个诱惑。我们有的时候得承认是自己无法拒绝诱惑而已，并不嗯，是说真的就是那个东西你必须得去得到，或者说去拥有，你才能所谓的幸福快乐是一样的。那么我最好奇的一点就是，当这个东西没有被发明和创造出来之前，那么人们是不是活得十分痛苦和对吧？就大家想象中的那样的，没有电、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电脑的时候，那个人是不是也是每天都在痛苦当中呢？我觉得也不是吧，对，就是某些事物挑起了我们的欲望，然后才让人会变得所谓的有压力、有困扰啊，或者说很紧绷。然后这个时候我必须得去吸一根烟了，来缓解一下。但是这个紧绷究竟是谁造成的？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自己，就是即使啊，在环境特别糟糕的情况下，也是，就大家总想跟社会对齐嘛，现在有互联网，总想跟那些社会的上流阶层对齐。但是我看到的现象就是我看到的事实是，这个难度是不一样的，就是或者说这个是无聊的。我给你打个比方，就比如说有的人他生下来他就是不跑调的，他3岁唱歌他也不跑调，一直到30岁，一直到死为止。那么很多人是生下来就跑调的，而且终身也是学不会这件事情的，是无法完善这件事儿的。那么他的人生就毁灭了吗？或者说没有意义吗？就是这也不见得。嗯，这就是一个维度啊。那有的人就是生下来就是好看呐，那像刘亦菲那样，对吧？人家父母就长得好看。有的人就是怎么样，就是苗条身材好有的人就是脑袋聪明13岁就上清华。所以我后来发现，就是个体的差异真的是太大了。然后个体差异本身不是太大的问题，问题是这些人非得要放在一起去相互比较，争个高低的时候，或者胜负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灾难的产生。对，就明明人和人是没有可比性的，但是我们非得要放到一起去比较。而且你们在医疗系统当中应该天天都能看到，对吧？谁规定你30岁就一定不得什么病的呢？那你说这个公平，它也不存在呀。
所以既然身体都是不公平的，我觉得以它为基础的产生的那些身份的东西、财富的东西，什么婚姻、爱情、事业一系列的这些相关的东西，其实本质也是所谓的不公平的，或者说不平等的，或者说是不可预测和改变的吧，有一些成分在里面。所以当这些问题想通了的时候，可能就不会那么紧绷了。就是我非常接受，我就是一个鲜花，我就是一个绿叶，我就是一根小草，那我就演好这个角色就完了呗。对，就四川那边相对社会风气比较松弛一些。嗯嗯然后 B 站有一个四川成都的博主叫优乐主义，以前应该你们也看过吧？嗯，我没看过。哦，我经常看。然后那优乐 idea 他要讲中国人还有东亚人他为什么社会氛围这么严肃嘛，然后每个人嗯嗯的活很紧绷。然后他通过就是古今中外的哲学，还有心理学的，还有精神分析那些东西，去帮人逐渐消解掉这种紧绷的感觉。嗯但我感觉最有效的其实还是，就说你能脱离这个环境，或者说不管是你肉身脱离这个环境，或者说你自己的心境与外界的这种社会风气隔离，都可以。嗯这还是比较有效。但是如果你比如说在医院里面总是那种高压紧张的氛围，然后每个人都想的，努力保持工作状态不出错，然后还能升职加薪，那么一旦进入到这种体制里面，难免会紧张的。嗯，对，你是说你职业当中的困惑吗？就是你的环境是压力比较大的吗？有这就是层意思吗？我前面3年规培嘛，然后我现在已经规培完了。嗯在规培的时候，你就是放松不下来，因为你手上总是担负着几条人命，嗯嗯就没有一个能够完全放松下来的时候，除了那几天公共假期还有年假，其他时候你总是要管几个病人，总是有事情会来找你。明白。对，但是你脱离这个环境，比如说你打算去那种比较松弛的社会氛围，西欧、北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种福利特别好的地广人稀的地方，还有加拿大，那么大家人人都活得很放松，然后也不会对于那种享受此刻光阴有什么愧疚感的地方，那么你也嗯，会随着那种社会氛围要放松下来。是的，是的，我说的特别对，就是你的责任越大的时候，你自然就很难会放松下来，是这种嗯，感觉，是这样的。这个可能是一个死结吧，就是所以很多那种高危职业，比如说机长啊之类的，他们在出问题的时候，可能也会犯原则性问题，产生一些空难。我们也能理解他们，因为你在地上的时候，你是一切都安全的，一点问题没有的时候，你去看他是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但是可能处于那个状态的时候，精神高度紧张的时候的状态，人就是会做出一个左右都颠倒的这样错误。我前两天看一个就纪录片嘛，就是这种的，所以确实你没有在那个环境当中，也可能无法去理解那种感受。我只是说，在生活中的一些琐碎的一些部分吧，就是说排除我们工作当中，比如说你在手术台上，那让你放松下来，这个有点过分，确实是责任太大了。但是比如说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或者生活当中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没有必要的东西是可以抛弃的，就比如说一些人与人之间的比较，对吧？我们觉得人和人是有可比性的，我觉得人和人是没有可比性的，就像人和动物一样，也是没有可比性的，嗯，因为这个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就像猫和狗，它是那么不同的两种动物你去比较它俩，就本身是很愚蠢的。那人和人只是看上去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但是我觉得人和人的差距实际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比如说嗯我刚才说的那种音乐天赋啊，就是头脑的天赋啊，每个人的能力、天赋、机遇，包括家庭的这种支撑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又怎么去比较呢？从古代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问题其实我也问过 AI，然后他也会讲说，社会生产啊、货币啊这些经济运作为什么会导致这些差距啊什么什么的，我也明白了，就是当你的社会越发达的时候，这种差距它就会必然出现，除非这个社会总生产力是为零，谁什么都没有，你也没有衣服，我也没有衣服，那么只要咱们两个都有衣服穿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很自然的想去比较，哎，你这个是什么材质，我这个什么材质，对吧？当我们拥有对，相同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想去比较。就之前我女朋友她一直纠结于人类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贫富差距，为什么嗯有些人总是会剥削另外一些人嘛，然后以及社会阶层为什么会这样划分？但其实，嗯、从群体的那个角度来说，它其实也是一种自然规律，就它是按密律分布的，是的，嗯，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密律它就是数学规律嘛，你人为去对抗它也无济于事，是，只不过我也你处觉得处在这这个个东西是自然的。统计分布当中，你自己没办法去察觉，嗯，其实只要有群体，就会有差别，就会有这种嗯不公平吧？我觉得是这样。就像在动物当中，那也会有不公平啊。那有的蚂蚁就是负责，对吧？干很简单的工作，有的就要在外面冒着生命危险去找吃的呀、搬运呐之类的。这嗯个，这个没有办法去对抗，除非就是说，那你不存在群体当中，或者说你不享受这个群体的所有的福利和便利，那么你自然你是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不存在比较了，也就没有阶层了。但是那个可嗯能会生活的更惨，会生活的更糟糕。就像我之前嗯，讲的那个荒野生存那个电影一样，对吧？你脱离了人类的文明的时候，没有人会来救你。你不小心摔骨折了，你走不了路了，你也不用打120，对吧？没有120，没有手机，没有一切，你只能对着空气去呐喊，去呼喊说，自由万岁，然后打掉一切人类的阶级什么什么，因为没有阶级就是没有人呐，是啊，是这样的呀。拥有了绝对的自由的时候，其实也就是什么都不拥有，也可以这么理解。嗯所以今年我也在想，是不是这种束缚本身也是我们一种依赖体系，就是我们其实是离不开这种束缚的。我们并不想要那个真正的自由，就是至少对于这具身体来说是这样，因为我要依赖那些比我厉害的人，他为我提供服务，那你就要去按照这个游戏世界的游戏规则来玩这个游戏，不管你是从底层开始，还是从什么层开始，这取决于你命运的安排。对吧？如果说我们每个人有能力的话，我觉得都会去使出来。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就是已经尽力了。嗯，1点半。当然，我们这个话题如果肯在的话，他们可能会有很多想法，但是我不会跟他们辩论的，因为他们有很多政治上的一些思考吧，或者说哦，见解吧。可能对于历史太了解了，我现在都把很多细节忘掉了。对对，嗯因为我感觉我比较擅长那种相对抽象一点思考，甚至好多医学指南的那些细节我都记不住。嗯，是，所以就是
那中国古代它那种社会约束体系就是儒家的伦理嘛，还有封建的王权。好多人他如果非要跟别人比较，那心里很抑郁不开心，所以他们会转到另外一个哲学体系，就是嗯，道家思想还有佛家的思想嘛。对对。我之前看了一个电影啊，叫《自山鱼谱》，它是韩国人拍的，嗯，叫什么名字？《自山鱼谱》，它评分特别高，豆瓣有8.8分。资山什么？我没听清楚这个字。自山鱼谱，资山渔府，我查一下啊，我鱼谱就一个，是鱼类的那个图谱。嗯对，那个主角的故事就特别像苏轼，他也是因为政治斗争，然后被贬谪到一个非常偏僻的小岛，然后他觉得，如果只是用那种儒家伦理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的话，那么封建王权永远改变不了，所以他就选择在小岛的那种贬谪生活当中寻找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就他跟当地的渔民沟通，然后去教他们文化知识，然后那些渔民就教他那些海洋生物的知识，他觉得海洋生物也非常值得研究，也很有意思，所以他就嗯，用自己最后毕生精力去完成了一本鱼类的百科图鉴。哦，鱼对谱是吗？鱼谱，对，鱼谱对，找到了自己的爱好。是鱼，那个电影拍的非常好，哦，他们都说其实应该让中国人来拍，但是韩国人的理解也非常的精妙。嗯，资山鱼谱啊，这几个字确实你说出来很难理解是哪几个字。对，是找到自己一生的爱好，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人生了。嗯，嗯，韩国电影我也很喜欢，他们特别会拍。对，OK，我看我们时间也不多了，我们还要再聊一期吗？已经11点半了，要不然再聊最后一期？你看你的意见，我都可以。可以啊。那我想听听你讲音乐节那些事儿，哪有什真的么事儿啊？我都觉得不值一提。啊，对于外行来说都很新鲜。嗯，好，可以简单的聊一聊吧。就是，哎，嗯，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一些认知吧。我觉得就是你们这个行业，我觉得还好一些，就是基本大家都能想到也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但是我们培训这个行业的话，哎，其实就是说挺有迷惑性的这个东西。那我重开一期吧，这期就到这里。嗯，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